也出来拍照，但是我们约6点到，现在已经我在这里等了40分钟。看到。哇！我是全台湾第一个被拍的，这是我的尖叫声。对，尖叫声超大声的，你现在超大声的。你第一次看自己讲话吗？对啊。好。阿姨，可以借我一颗蛋拍照吗？借一颗蛋。我好像不需要你 cue， 我会自己做这个事情。我问你，如果你今天比较的这个拍照，有蛋跟没蛋，你觉得有没有差很多？蛋是灵魂，蛋是灵魂，就在勾起你情绪的灵魂。对，因为蛋很营养。没错。嗨，雪梨。嗨，阿莫。嗨。我们来看我们那个在西门的清晨台北的影片。哎，还蛮漂亮的。暗了。逆光档，超棒的。我真的很激动。对，真的很激动。我很喜欢 GR。我也喜欢 GR。都上市啊？我不知道。回头。是最多。对啊。很好看啊！冲啊！好，回头。这是北门，我们先看照片好了。哇，天哪，这是直出吗？它直出啊，我都没有修。对，超美。你那时候有套滤镜吗？大部分是白平衡跟标准色调。太强了。GR4哦 ，GR4。好笑。好笑。当初为什么想要不认识你的时候就叫你举三角锥？那是因为太不熟了。我想叫你再做一些奇怪的事情。是这样吗？缓解一下气氛，因为我会紧张啊。是吗？你会紧张吗？我会紧张啊。所以叫我做奇怪的事情。对，叫奇怪的事情，我就会觉得，哎，我心中就舒压了，我就好了。这个也超好看的，逆光超美的，我好喜欢这个。我非常喜欢这个笑容哎。这个我也很喜欢。对，这笑，而且你知道吗？我在看照片的时候，真的觉得你青春无敌。因为我一放大看，哇，皮肤好好，皮肤好好，然后逆光感觉刚好前面有水反射，你脸又变很亮，真的像天然的摄影棚，真的很有发丝的感觉。这个色调好好看。好像啊，我们一般都用自动白平衡嘛，然后稍微带一点冷色的感觉，就拍起来肤色就红红的。你看，而且我很喜欢，就是我在拍的过程呢，细绒，然后细绒都对我刚刚也看到这个，我觉得好厉害耶，我觉得很厉害，因为我以前在拍剧啊3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然后这在拍剧啊色这种感觉很明显，就这样细腻度。画质真的有感升级，有感升级，可是这种画质有感升级，真的是要拍才知道。对，看照片看参数是没有感觉的。感觉把人像处理得很好。对啊，像我很喜欢。他是有偷偷帮我柔肤啊？我的皮肤有这么好吗？我有帮你柔肤，我都肌内的柔肤。哦，难怪。它肌内那个有锐利度，然后我把内入就减3。难怪。然后锐度减3的话，光就会有那种闪亮、柔感觉。对，所以拍人像这是蛮重要的一个小 tip。学起来。我很喜欢这张哎，就这张我在拍的时候回去看的时候，我吓一跳，因为我怎么拍的这么好，而且你表情很棒，就是。而且这光，对，就这个光，这个光好，这个光，都有层次，它掉下来的感觉，这样，好厉害的。而且那都是一个瞬间哎，我没有定格哎，我就是真的是一个瞬间，我一直动，看影片都知道我这么好害羞，害羞。它不会因为背光然后就，我觉得是那天是环境好，不然背光本身它还是会很黑。对啊，我想说，那是因为我穿白色衣服。穿得好，因为真的可以轻微补光，就是尤其在阳光下很好的时候，因为我们都很近拍嘛，因为28，其实28A 是个很难拍，被誉为最难拍的焦段。真的，28A 要拍得好，一定要靠得很近嘛，靠得很近。你有裁切吗？我没有裁切啊，它靠得很近的时候，一定要靠身上的反光。搞不好有点道理，有点道理。我蛮想这张的，就刚好清晨台北，你背景是蓝色，我还在肿，超肿，眼睛还肿起来。可是我觉得这张看起来小朋友很可爱。就是你不行，这张可以播吗？这张可以播吗？我都乱拍嘛，乱拍之后回去看惊喜，就是暗部的地方把你亮部的人脸都强调出来，然后亮部的地方把你影子的地方强调出来，下面有斑马线，跟后面的背景都是一致的方向，超可爱的，又很干净，真的，哇！然后这就是正片，正片的颜色比较浓郁，对，我故意想说弄浓郁一点，让之前放照片会有点反差这样。天空好蓝，天空很蓝啊，正片的优势就是天空跟肤色。天空会变很蓝，然后肤色会变得很红，对比度比较高一点。哦，对，正片就这样子。GR 推广大使，好辣的东西。OK， 很好。对啦，靠。OK， 街拍的过程最厉害的就是能瞬间找到那种当下那一瞬间好看的那光的反射感，这样。这是怎样灯的很无奈的。对，到底这有什么好拍的吗？这是副片吗？对啊，你眼睛很好。
哇，这真的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墙。我喜欢很快就拍完了。这是什么？好可爱。对啊，这是我去日本买的，就是它是一套的。小小，如果说你不用手办带的话，这很聪明。补防晒。对，防晒。我在干嘛？你的下面像扭屁股。对，扭屁股，准备要飞跑。OK。很快，咔。哇，掉。好，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们刚才看短短的那一段，就是很快速拍照是什么感觉？第一张，好自然哦，很自然啊，而且他抓拍的很精准，他没有不会到太糊，好厉害哦，那真的是一瞬间，你就转身过去而已。对啊，如果是以前的 GR 可能会糊掉，不会，以前 GR 我也可以拍得到。是你，但在拍照的时候啊，你觉得很好看，原因是因为你的主体跟框之间的关系。哦，简单来说，你为什么觉得一幅画摆在美术馆更好看？因为那个墙嘛，那个墙跟那个框，我们背景都很多框线嘛，然后我们就要把它摆在合适的框线里面。困难在于说，你要如何很自然又很快速的去拍摄，对，很自然又快速的，很美。因为我那时候刚拍的时候，觉得这样子有点太单调。好，刚好看到现场的对比色就是这个橘色。你看，我们今天在拍照的时候，加点不光颜色就变不一样。好，这我用一张黑白的，这也很有感觉，很有感觉，讲电话。哇，这个光影，这边老鼠都在工作。你把下巴放在洞洞里面，你看，下巴放在洞洞。对。花掉了。你看，你对摄影师这种奇怪要求，你把下巴放在洞洞里面，算蛮奇怪。那你当下有什么反应？我当下整个逆来顺受，完全没有反抗啊！完全没有反抗，你就放进去，这样一直可以像个东西而已。控制啊，很好 Q 奇怪的人，做奇怪的事。我觉得好像放进去应该蛮可爱的。好配合啊！我没有发现我以为我应该是有点叛逆啊之类的。好，谢谢。买水。哦，它是很好看哦。喜欢这台车，感觉很生活，然后又很旅行感。我在分析这画面的时候，这边有粉红色，然后这边有粉红色，然后后面有粉红色，对，我刚才也在看粉红色的感觉，然后因为有对比的感觉，加上你这样子把整个串起来。我刚刚在听你在想，前后都粉红色。我们那个在西门逛街的精华就是你拿蛋，你那时候怎么想拿去拿蛋？我喜欢，我也不知道，就喜欢蛋吧。因为蛋很营养啊，这是你在影片中讲的话。是这样吗？我真的这样讲吗？可以借一颗蛋吗？我想要拿一颗蛋。好。阿姨，可以借我一颗蛋拍照吗？借一颗蛋。我好像不需要你 Q， 我会自己做自己的事情。谢谢阿姨借我鸡蛋。蛋营养。蛋营养。这样吗？可以，很好看。手机。好，我们来看一下鸡蛋片，因为我觉得有点乱。为什么？因为28因为它很广，所以它很容易拍出很乱的感觉。就比如说我们用手机的主镜头拍，都很难拍出好看的照片。所以其实网络上蛮多人说买 GR 不如用手机这个样子，就是28英才太难拍。我觉得你在这个角度拍啊，整个你的眼神非常的明亮，非常的好，而且这是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是，特别有热忱，特别有热忱。很有趣的地方是，它明明就很杂乱的环境，然后在拍你的时候，就觉得其实又不会感觉到杂乱。我融入的很好，你融入的很好，天生适合。28应该真的很适合竞拍。对，那竞拍感觉人跟环境感觉搭得很好。这个太夸张了，这很细节，他连我脸的一颗一颗的都拍到。这算脂肪球。我在家里看照片的时候，发现它的那个直出感也非常的锐利。就远看是柔柔的，可是近看是很有细节。对，很有细节。好喜欢这个。很喜欢。那你看，我觉得你很厉害，就是在这么乱的环境里面，就是这么融合。所以我觉得我适合卖早餐。你适合卖早餐，非常适合站在这里，完全没有违和。没错。你卖早餐应该大排长龙。我问你，如果你今天比较的这个拍照，有蛋跟没蛋，你觉得有没有差很多？蛋是灵魂，蛋是灵魂，就在勾起你情绪的灵魂，对，因为蛋很营养，没错。应该会有差哦，因为你这个情绪变不一样。对，很莫名其妙，但是很喜欢。就莫名其妙才好啊。对，我在剪片的时候看那个早餐店，看了好多片，真的假的？我觉得太好笑。我刚看我也觉得很喜欢，而且在影片里面，我会想说这会不会拍起来很暗？结果我没想到不会，光也好，摄影师懂挑位置，超喜欢。我问你，你觉得横的一样构图角度，不同感觉都喜欢。我是天秤座，我选不出来，选不出来哦。我都蛮喜欢的，不一样的感觉，不一样感觉对。所以以后拍照要记得怎样？都拍，小朋友才做选择。对，横的跟直的都拍。真的，28厉害。你28会拍人就是摄影大师，所以我一开始就挑最难的。
ここにまんじゅう。はい。啊，手，ここはね、多分。你知道为什么要剪这个吗？一个皮蛋脸，拍你的地，因为一直转吗？一直转，对，转，你转好几次哦。然后我想说这太好玩了，我把那个剪下来。你一直叫我做奇怪的事情。其实我在街拍的时候很喜欢用那种背景冷色跟你的暖色做对比，其实人家调一下拍平衡就做出来。就是我们进入美国街，它有很多那个照片。哇，这很有感觉，还有故事感。对，画面机的色彩跟光线，我觉得很好看，真的很好看。你跟地板，我跟你的，这里吗？对，蹲下来。不是，今天是土日，谁？好的， OK， 画圈圈的。我蛮喜欢这张的，就是整很喜欢个那个地板就像个线条，我把你画分好好看哦，这个我喜欢。嗯，在那个当下完全不知道，不知道拍起来是这样子，对。对啊，这光好棒，抓的很好。OK 都可以，很好。哎，你的左脸右脸是不同人。对啊，很有趣。感觉到了吗？差很多。到，对。OK。这个光线感就是整个黑白深质感做的蛮好的，所以我常常觉得啊，你今天如果要对光线很敏锐的话，你一定要先从黑白开始拍起。对。你当然黑白拍得好的话，彩色照片自然就拍得很好，真的。所以我建议一开始拿 GR 的时候，你用黑白模式，然后拍。你在黑白的时候就看出整个结构，亮跟暗的结构。对。很会拍这个结构的时候，你构图就很强。我也觉得，就是很会拍黑白照片的人真的很厉害。很厉害啊，这结构性的能力很强，因为黑白是比较理性的东西。用光来说故事。而彩色是一个很感性的东西。那本身如果说你黑白拍得很好，表示你这个对于理性的所谓的线条的切割跟色块明暗的分布，你可以做到这个美感，掌握得很好。我不会觉得这像我，但是我觉得这整个结构超好看。很好看。它有鼻子的毛孔，对，鼻子毛孔啊，都拍得出来，还有粉刺。这可以展示。其实这个眼睛看不到的。这真的吗？眼睛这样看是看不出来的。不会那么仔细。不会那么仔细，可是其实 GR 真的很锐利。我脸上的毛可是以前 GR 拍不出那种毛绒的感觉。拍不出来，真的拍不出来，夸张。它细腻度非常高，觉得这一次它这换镜头组跟感光元件真的是差很多，有感。如果说你今天对拍照的细腻度很要求的话，轻松拍，可是又细节掌握的很好。对啊。很有故事哦，这个眼神怎样？哇，我觉得你这个脸，你这个脸很像周迅。我从小就有人说我像周迅，好可爱哦，那个弧线刚刚好，我喜欢。先往我走，往我这方向，往你那方向。你看很好笑，很不错。看来，我觉得那个拍照好笑的人，其实我拍照好笑的人字体就很好笑。是啊，是称赞啊。拍照好笑的人很难找拍照好笑的人就是因为 model 就是漂漂亮亮，不需要搞 model 不用搞，对吧？对，很好，往前走，再往前。对，好，对，很好，再一次，好，非常棒，非常棒。可是你脱离了光线的轨迹，先，我来拍一下。好来，好的。就是会有个光的感觉。这个很好玩，拍两个阿伯，两个。我刚刚真的好奇阿伯会不会入镜？我会入镜啊，要入镜，好棒！对，刚好3个，什么3个阿伯？你刚说3个阿伯吗？2个阿伯跟你，所以抓拍的很有趣。其实逆光有点难拍，因为逆光它一定要让你脸有补光，可是我们这样很快速拍，我们又没有任何人带补光道，要靠环境。因为那时候你还记得你前面有一个那个大的水桶，对，它就是反光。他直接让我的脸在发光，对，在发光。我跟他说你在发光嘛，因为你站在前面，这样子。你对拍照那种拍斜斜的有什么感觉？我很喜欢，你喜欢拍斜斜的，我自己也很喜欢拍斜斜的东西。它刚好做的光线都集中在你身上。对啊，用这边的反射跟这样把你加在一起。对啊，那刚好你的光线就这么一条线。这时候的光看起来就比较强了，就不是那种早晨柔光，可是还是拍的超好。你这边走了其实蛮多次的，大概走3次以上，对。哦，你们这光站着就很好看。好来。我觉得很好看很好看哦，谢谢你哦。很好看我觉得很好看，我认真觉得很好看。对啊。表世界跟里世界，
大自然的光线刚好从这香笼射出一道光在你身上，真的，那地板也没有，对，地板没有光，对你整个在发光。好，够。够。够。很好，有个动作方法，我蛮喜欢这样斜斜的构图。我也喜欢，这张好好看。可是这样是对到背景去，可是我觉得这样对背景很好看，这个视角超好看，是很好看的。很好，有个动作方法。新一度真的是觉得很夸张。这个是怎样啦？我的皱纹都出来了。摄影的时候就是这么好玩，好玩啊，随处都是惊喜。这个可以跳。来跳。你在跳的时候，我故意用慢一点的快门，看起来很生动。对啊，要跳沙发。没办法成为 model 的那种类型，我就走搞笑路线。搞笑路线，嗯。你可以这样吗？你可以这样吗？可以，要喽。来喽。你也会称赞别人哦。阿飞给你称赞帅哦，他就高兴。还有一个漂亮地方，完全不知道哎。对啊，我是现在才知道，因为我当时都在看你的镜头。你应该坐这里好。太酷了。要怎么样看起来很白痴？然后，哎，可是里面有东西。最后一幕。最后一幕吗？居然是我拿垃圾对，那种还结束。在你照片跟做影片的过程都蛮开心，就是你很好笑。画面的氛围跟剧啊，跟你，然后跟街道、台北街道、新城街道整个搭配起来，就觉得哇，整个感受非常的好。谢谢阿莫，谢谢雪梨，谢谢大家。